是往前抬，屈膝往上抬，手臂前平举，还可以继续往上举，还可以继续往上抬，抬到头部的侧面，往后伸，手肘到这里来，手肘到这里来，手肘到这里来，直接往上抬的时候，差不多大概这个角度就再抬不上去了。但是呢，屈下膝盖弯了之后，大腿就可以再继续往上抬了。你可以自己做一下这个动作，感受一下。你可以站起来感受一下啊。你腿伸直的情况下往上抬到这儿差不多了，你膝盖一弯，你大腿又能继续往上抬了。然后下面呢，我们讲一下髋关节，这个是从正面看的一个胯部体块，然后在胯部这里呢，我们画一个大一点的关节球，肩关节和髋关节这个位置叫髋啊。这两个关节呢比较相似，都属于球形关节，但是呢，髋关节这个球啊，我把这个骨骼也画一下，这是髂前上棘，这个是髂棘，这是髂前下棘，这是耻骨，这个叫髋臼窝。髋臼窝跟上面我们所说的那个关节鱼对应得上，它们两个比较相似。然后在这个位置有一个球，这个球是股骨上的，也就是大腿骨上的。这个球有一小部分呢是嵌到这个窝里，然后外面这里是大转体，这个就是髋关节，这一块叫髋骨。这个和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，虽然说都属于球窝关节啊，球形关节，但是呢它们不一样。这个有更大的自由度，它没有嵌进去，所以说它的活动范围要更大、更广。那么这个呢有一小部分嵌进去了，它的活动范围没有那么大了，但是它要比这个有了更多的稳定性，这个好理解吗？是你其中哪一项值比较高，你另一项就会少。你这个能力比较强，那你另外一个能力就比较弱。它灵活，但是呢它不够稳定；它稳定，但是呢它没有它灵活，就这个意思。但是这个髋关节呢，相对于肩关节来说，它更不容易脱臼。为什么经常容易脱臼的地方是这里呢？原因就在这儿，因为它太过于灵活了，因为它有很大的活动空间，有很大的自由度，所以说它就比较不够结实啊，是这个意思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看这个胯部，髋关节在活动的时候，我再画一个这个没有动的情况啊，在没有动的时候是这样，这个腿髋关节在向外展的时候，如果不是练过舞蹈或者柔韧性特别好的人，这个往外摆的这个角度啊不会太大。它在往外摆的时候，这个胯部也会向这边移动一些，这个胯不是原地不动的。然后这个腿再收回来，才能够保持稳定，能够站得住。也就是说，你看我们画一个站着的人的时候，他是这个样子的站姿。那么想让他这个腿抬起来的时候呢，这个胯部就会要往这边移动一点，然后这边的腿就会往这边撤一点，这样比较容易保持住这个重心。本来这个重心在这里啊，移动过后这个重心跑这里来。从侧面看啊，我们从侧面去画的时候呢，之前我们骨盆呢画这个位置概括的是一个斜着的一个长方形。那么这个形状从侧面看是什么样子？是这样子。这里是髋关节球，这里是大腿，往前抬，这个叫前屈，屈的是这个位置。这个呢也比较有意思啊，你把这个小腿一并加上，你直接往上抬的时候，差不多大概这个角度就再抬不上去了。但是呢，屈下膝盖弯了之后，大腿就可以再继续往上抬了。你可以自己做一下这个动作，感受一下。你可以站起来感受一下啊。你腿伸直的情况下往上抬到这儿差不多了，你膝盖一弯，你大腿又能继续往上抬了。然后还有一点要注意，就是我们在画两个腿的时候呢，两个大腿根部啊不是接紧的，中间它是有一块空的。你看从这里也是，这个正面画的都是中间是有一段空的。然后呢，大腿还可以再向内侧屈，就是往里边走。
往里边走的时候，这个胯要下来，往里边屈的话，角度就比较小了。本来是这个角度，然后往里边拐的是这个角度，啊，就是内侧屈。往外侧屈的时候呢，会比较这个角度会稍微大一点。往前是活动的范围是最大的。然后再看一下侧面，它还要往后伸，往后伸的角度呢也不会特别的大。这个就是腿部后伸。这是一个侧面的人体，大腿往后伸的之后，大概就这个范围。是往前抬，屈膝往上抬，手臂前平举，还可以继续往上举，还可以继续往上抬，抬到头部的侧面，往后伸，手肘到这里来，手肘到这里来，手肘到这里来。这个是肩部、胯部这两个关节主要的一个运动范围，从侧面看它比较明显，范围呢也比较大，前后就是人的运动方向啊，就是往前的，所以说这个四肢往前的活动就比较灵活，大家能够发现吗？能看得出来吗？这个就是人体运动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。你要编动作的时候，你也要以这些为依据啊，你不能乱编啊，你就好知道有人体有动作了，好要把动作画的夸张啊，就是无所畏惧的瞎动。就是编动作就开始奇形怪状，奇形种就出来了，为了夸张而夸张。不要这么去编啊，这个动作是人都摆不出来，这个是错误示范啊，不要这么去画，你不要刚睡醒啊，听到了最后一句话这么去画，我说是不要这么去画啊。接下来就把我讲的这些都画一遍，然后把它活动的范围啊、活动的箭头啊标上。就是让大家画一下，就是从正面看这个胯，然后腿往前抬的这个动作，能不能想象得到这是一个什么样子？还是先画一个起初的没有动作的，那么腿往前抬，这个圆柱抬起来，这点是很好想到的。然后还有一点就是，这个腿在往起抬的时候啊，这边的胯是提起来的，它的中线要斜过来。这一点有没有人想得到？是不是这样就更像是往前走的迈腿的这个动作，这个感觉？